我刚拿到心理学硕士学位，教授就帮我揽了个大活，一档情感类直播慢综，倾听你的心声，邀请我去当情感联络员，和明星嘉宾同吃同住1个月。平时主要就是和他们一起聊聊天，在情感问题上适当给予一些指导。说白了，就是一个为了让节目显得更高大上一点的噱头背景板，跟个吉祥物差不多。明星嘉宾名单我也提前看了，我担心的那个人名不在上面，出镜少，报酬高，还能公费追星。天上掉馅饼砸到我身上，热得我连夜发了一条微博庆祝。结果微博刚发还不到1天，就喜提热搜，还见到了那个我在节目嘉宾名单上害怕看到的名字：井号陆燕情头，井号陆燕成贝贝，井号顶流陆燕点赞素人微博，陆燕是新晋顶流，影视歌3期发展，全网热度断层第1。而那个被点赞的素人就是我。如果只是点赞，倒也没什么。大家也许会觉得陆燕是帮忙给倾听你的心声这个节目做宣传，关键是有人扒出了我和陆燕的微博头像是情侣头像，网友们的 CP 魂瞬间熊熊燃烧，在评论区磕得热火朝天。陆哥这个头像很罕见的，搜都搜不到。没见程贝贝的头像之前，我都不知道陆哥头像是情头。反正我不信是凑巧。顶流和他的素人女友，这也太好磕了吧？怎么办？我已经脑补了3部电视剧了。留个记号，我赌一包辣条，他俩是真的。到时候来还愿，我和陆燕的情头是他当年亲手画的，全网独此一份。平时我不怎么用微博，早就忘了头像这回事，但没想到陆燕也一直没换。当初闹得这么僵，他肯定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和他的那段关系。不过好在我俩也没什么交集，我安慰自己，网络更新速度快，这是应该很快就会被人们淡忘的。节目开播当天，我准时抵达，素面朝天坐在角落，静静看着远处的俊男靓女争奇斗艳，深有作为吉祥物的自觉。主持人一笔带过的介绍了一下我，然后放出了一个重磅消息：节目还有一位临时加入的神秘嘉宾马上就要到来，让我们敬请期待。这一举动一下子活跃起了氛围，弹幕满屏的人名滚过。嘉宾落座后，也都在猜测神秘嘉宾到底是何人，竟然可以在节目开播当天硬插进来。由于平时学习很忙，这些明星我都不太熟悉，但是被众人围在中间的女生我有印象。苏珊珊，当红流量小花，不久前和新晋顶流陆燕共同出演了一部电影，斩获不少 CP 粉。镜头扫过来，我俩一同框，弹幕一阵热议。珊珊老婆又美了，速来贴贴。程贝贝的长相简直被珊珊甩出10条街，陆哥怎么可能喜欢她？真搞不懂那些磕情头 CP 的人是怎么想的。就是明明我们素颜这样的夫妇才是最真的最般配的，可是我觉得程贝贝素颜出镜能有这样效果已经很漂亮了呀，化妆会更好看。干嘛拿素人和明星比？话题讨论到一半，苏珊珊忽然开口：“神秘嘉宾不会是阿燕吧？”有人打趣道：“珊姐这声阿燕喊得真亲呀！”看来你和陆哥私下很熟。苏珊珊羞涩的别开头，像是情窦初开的小姑娘被人戳破心事。陆燕的名字一出，我的心忍不住跟着揪了一下。但转念一想，我已经来参加节目了，陆燕是肯定不会来的，而且她没有档期。想到这，我慢慢放松下来。其他嘉宾也都纷纷表态，觉得不太可能是陆燕。依照陆燕的热度，她来参加这个节目完全是自降身价，没必要。这次直播节目选在远离喧嚣的乡下录制，几盏茶的功夫，神秘嘉宾已经到院子门口了。为了让几位明星能够保持同框，主持人安排我去迎接。摄像大哥自觉把镜头转到门口，我轻轻推开门，一个高挑的身影映入眼帘。来人近1.9米的身高，宽肩窄腰，戴着黑墨镜黑口罩，周遭气质清冷。其他嘉宾都张大眼睛仔细辨认，但我一眼就看出来她是陆燕。那一瞬间，我仿佛全身血液都停留了1秒。她怎么会来？还没来得及震惊，我忽然被拉入一个温暖的怀抱，淡淡的体香丝丝缕缕钻入鼻腔。姐姐，我好想你，声音低沉，只有我们2个能听见。他是不是忘了这可是直播？我亲眼看着摄像大哥眼睛瞪得像铜铃，主持人的嘴巴张得能塞下去一个鸡蛋，估计我的表情也差不多。怀抱一触即收，陆燕摘下口罩和墨镜，明星嘉宾们纷纷围过来迎接。正当我们所有人都一脸紧张，沉浸在刚刚那个拥抱带来的震惊中，不知道怎么开口时，陆燕突然笑出声，只是打个招呼，众人立刻如释重负，融洽地笑起来，纷纷夸赞陆老师真热情，一点架子都没有。弹幕疯狂刷屏，只是打招呼。我不信，谁家跟陌生人打招呼还要抱抱的？他和程姐一定有事。前面的陆哥都说了，只是打招呼，你们干嘛非得颅内高潮？他千里迢迢赶来，肯定是为了珊珊呀，难不成是为了一个素人？笑死！6，你在高贵什么？素人怎么啦？
说的就跟你不是素人一样。陆燕来了后，所有的成员就都到齐了，明星嘉宾们围坐在一起喝茶聊天，我则是和主持人一起坐在嘉宾的正对面。苏珊珊紧挨着陆燕坐在中间，眼睛一直粘在她身上。弹幕不断刷着陆哥为爱远赴千里，山宝眼中全是心疼，这就是双向奔赴吧。素颜夫妇绝配，为了促进几位嘉宾互相了解，突出情感类节目的特色，主持人不断 Q 着各种话题，让我们畅所欲言。第一个话题是鼓励，主持人热情地招呼我，适当的鼓励可以给人温暖和力量。陈老师，您来给我们示范一个吧，夸一下陆老师。镜头转向我和陆燕，陆燕抬眸直勾勾朝我看过来，深情又专注，长而密的睫毛轻颤，漂亮的不像话。我脑子瞬间一片空白，满腹经纶都变成了抓不住的泡沫。俊美无双，风流倜傥，人美心善，智勇双全，这些词到了嘴边直接变成了那个我从小看你的戏长大的，全桌的人都懵了。主持人找播，最喜欢陆哥的哪个角色呢？陆燕扮过一次狼狗，演很有代入感，气氛静默了一瞬。主持人偷偷扒拉我，声如蚊呐，陆燕脾气可不好，扮狗是她的黑历史。别提，众人也是一脸惊愕，但陆燕微微勾唇，眉眼俱是笑意。她轻轻开口，打破沉寂，尾音缱绻暧昧。谢谢姐姐，我感觉很温暖，熟悉的宠溺语调让我忍不住心间发颤。弹幕满屏，哈哈哈哈哈！程姐是有点子夸人天赋在身上的。陆燕，我演了这么多酷帅角色，合着姐姐就记住了个狗？怎么感觉两人氛围怪怪的？但是莫名好好磕是怎么回事？我是陆哥老粉，还是头一次见他笑得这么温柔？陆哥，你还记得自己是个 king 吗？哎呀，我也不想磕，可他俩微博头像是情头爷，可他喊他姐姐爷，谁懂？粉丝以为陆哥的反应，霸总生气，硬气回怼。实际陆哥的反应，脸都笑烂。姐姐贴主持人没想到陆燕会是这个反应，顺势笑了2声，化解尴尬。高材生就是幽默，哈哈。后面的几个话题都比较感性。苏珊珊诉说自己奋斗经历，直接泪洒当场。最后仰起头，抽噎着挤出甜甜的笑容，看着陆燕。不过我也很幸运，认识非常多美好的人，就像阿燕一直在身后默默帮我。弹幕满屏刷心疼。素颜夫妇是真真切切一路走过来的，永不避。那个素人算什么，也敢跟我们珊珊叫嚣，他配吗？就凭陆哥和珊珊的深厚感情，他抢得走。陆哥是不是要给珊珊一个怀抱，安慰一下？苏珊珊讲话过程中，陆燕始终面无表情，最后语气甚至微微透着些不耐烦。说完了，苏珊珊一愣，点了点头。正巧这个空当没人讲话，我肚子的咕咕声变得清晰可见，我连忙咳嗽2声掩盖。陆燕嗓音冷冽，说完了，我们去做饭。弹幕笑抽了，前面永不逼的那个别跑。我宣布，我们陆哥这边已经单方面背了，以后别再蹭了。程姐饿了，陆哥立马着急忙慌要做饭。喵的，要不要这么宠？甜死我算了。你们注意到没有，陆哥全程眼睛都没离开过程姐。如果眼神会拉丝，陆哥可以开个拉面店了。你们磕不磕情头 CP 我不管，蛋糖都送嘴边了，我要开始上头了。有没有脑子 ？CP 能不能不要瞎磕？这做饭说不定就是凑巧了，你们真能脑补。怎么？你管天管地还管我磕 CP？ 不磕 CP 难道和你谈恋爱吗？那么爱管闲事，是不是门口过2份车都得尝尝咸淡？由于嘉宾人多，做饭的人手不够，所以节目组硬把我这个吉祥物拉了进来，还问我有没有什么拿手菜。之前恋爱期间都是陆燕变着花样的做饭给我吃，分手后我就一直吃食堂。我哪会什么拿手菜，我会的只有切手菜和剁手菜，但镜头已经对脸上了，我只能认真回道：我白开水烧的一绝，算吗？主持人和嘉宾们都努力忍笑，我尴尬的低下头。好在陆燕那边正在切菜，目光都被她吸引走了。苏珊珊眼睛亮亮的，阿燕，你切的菜好漂亮，刀工真好，专门练过吗？陆燕眼神在我身上停留了1秒。是啊，谁让某人只爱吃肉，见菜就烦。为了能哄他多吃点，特地练的。苏珊珊羞涩地笑了笑，阿燕，你真的很贴心。加点香菜吧。提味。陆燕声音冷淡，不加，我不喜欢吃。弹幕刷屏，还会做饭。陆哥简直在我什么点上蹦迪啊 ！KSWL， 谁来给我解释一下，陆哥口中的某人是哪个幸运女孩啊？我要极度的阴暗爬行了。陆哥说话的时候看的是程贝贝的方向，某人不会就是程姐吧？我们真的要有素人嫂子了？某人肯定是珊珊呀。没看见珊珊一直都在应答陆哥的话吗？珊珊和陆哥是绝配，程贝贝一个素人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福气？无语，我一个路人都看出来陆燕并不想理苏珊珊了。你们是怎么硬磕的？吃饭的时候，陆燕直接把她做好的几道菜摆在了我面前。虽然我对绿叶菜的厌恶已经刻进了骨髓，但是陆燕的手艺确实很好，总能把普普通通的菜做出花来。
而且许久没吃了，我也确实有点想念这个味道，就忍不住多加了几筷子。陆燕勾唇一笑，姐姐真棒，再多吃点。我夹菜的手一下子僵在了半空中。陆燕顿了一下，不好意思，习惯了，脱口而出。姐姐真棒是之前我和陆燕在一起的时候，她为了鼓励我多吃菜，常说的一句话。那个时候，她几乎每顿饭都会重复1-2遍这句话。嗨嗨，回忆得太投入，忘了吞咽，我被狠狠呛了一下。姐姐喝水。陆燕越过人群，走到我面前。我接过水杯灌了2口，然后把杯子递给陆燕，示意她放回去。动作一气呵成，熟练的像是肌肉记忆，完全没过脑子。桌上的人都愣愣地看着我和陆燕。我反应过来，连忙低下头扒拉饭。弹幕疯狂刷屏。哎呀，我陆哥一直不都是冷淡贵公子吗？什么时候开始干起端茶倒水的活了？陆哥怎么一遇到程姐就变成了一副不值钱狗狗模样？甜死我了！陆哥和程姐明明是离得最远的，可是程姐一咳嗽，陆哥立马就飞奔过去了。肌肉记忆骗不了人，这2人亲密动作做得这么熟练，至少是亲过的关系。我不管，他俩就是真的，说不定陆哥只是照顾素人，就你们爱瞎想。素颜夫妇才是真的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，好不好？节目组消停了没几天，为了契合他们情感类慢综的主旨，又搞了个围炉夜谈，主题定的是与前任和解，但在我眼中这几个字就是请素来送死。我忍不住倒抽一口凉气，头都不敢抬，生怕一不小心和陆燕对视。由于这次的选题比较大胆，又有陆燕自带流量加持，节目的热度空前的高，平时很多不怎么看综艺的路人也纷纷搬板凳过来坐等吃瓜。有几个想要增加曝光率的艺人积极主动地讲起与前任的爱恨情仇，气氛一下子热络起来。问到苏珊珊时，她羞涩一笑，我没有前任，只有心上人。说完还望了一眼陆燕。弹幕立刻引发高潮，山宝勇敢示爱刷爆屏幕。期间零星出现几个不和谐的弹幕，你们珊珊是剃头担子一头热吧？你看陆哥回应过他吗？讲真的，我觉得苏珊珊很爱蹭，从电影播出到现在一直蹭陆哥热度。等苏珊珊说完，主持人话锋一转，突然看向坐在边缘认真当吉祥物的我。程老师这么漂亮，一定也谈过恋爱吧？您是如何看待前任的呢？完了，我最怕的事还是来了。陆燕应该不会想让其他人知道我和他的那段关系的。我手心冒汗，表面强装镇定，回答得十分官方。他是我的榜样。陆燕轻笑。那姐姐什么时候把榜样从黑名单里拉出来啊？都快发霉了。我愣住了。他还记得这是直播吗？怎么什么都往外说？主持人和嘉宾，包括导演，都一脸震惊。陆燕耸耸肩，别这么严肃，我只是帮姐姐的前男友鸣不平。主持人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，干笑了2声。我们陆哥真有同情心。弹幕却陷入癫狂。我咋感觉那个前男友就是陆哥自己呢？楼上，你不是一个人。哎呀，这2人要么给我澄清，要么给我成亲。陆哥好像一个被抛弃的狗狗，要程姐抱抱，要程姐亲亲，要程姐。再说不能播了，怎么可能是真的？动动脑子好不好？陆哥这种顶尖大明星，怎么可能被程贝贝这种相貌平平的素人甩过呢？他配吗？我已经磕上头了，在我这里，他俩就是真的。我为复合 CP 举大旗，看谁敢与他为敌。眼看场面不可收拾，主持人强行转移了话题。手忙脚乱间，在镜头照不到的角落，苏珊珊恶狠狠瞪了我一眼，我立刻回瞪了回去。自从节目开播到现在，我和苏珊珊的接触不多，也从来没有招惹过她，但我能感受到她对我的敌意越来越深。一开始我也不想管的，只想好好录节目，赚大钱。可现在她居然已经开始明目张胆地表现出来，还瞪我。我程贝贝又不是被吓大的。由于我和陆燕那段围炉对话的热度太高，当晚直接冲上了热搜，连着几天居高不下。后面几天，我发现我的镜头多了起来。在海边捞虾游戏中，导演甚至直接把我和陆燕分到了一组。这个游戏需要2组队，在当地渔民的指导下捉虾，哪个组抓的最多，晚上就可以优先吃饭，而其他人只能等前几名吃完了才能上桌吃饭。节目组美其名曰，这是锻炼我们的学习能力和执行力。我海鲜过敏，不太敢碰鱼虾，只能在沙滩上捡贝壳。陆燕像是觉醒了什么异能一般，形象什么的也不顾了，大裤衩子一穿，一路猛冲，疯狂输出，化身捉虾大王，贡献了无数搞笑表情包，不到一会就遥遥领先成了第一。弹幕笑疯了，欢迎欣赏陆哥主演的新片《猪突猛进》，又名汪汪队立大功。陆哥，我抓的是虾吗？我抓的是我老婆的心。你们笑我，你们有对象吗？陆哥和程姐在一起的时候，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开心，开心的都快返祖了，拼一去不复返。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是牛骨鹿直球鹿狗，陆燕在前面和虾斗智斗勇，我跟在后面忍不住偷笑。这几年，我一直都在默默关注着他的消息，眼看着他的性格被贴上成熟、高冷、拼、不好惹、生人勿近的标签。只要不是拍戏，他私下所有的路透中都是一副冷冷淡淡的表情，几乎没见他笑过，也没见他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过自己的生活。
我还以为他真的变了，没想到骨子里还是一只横冲直撞的小狼狗。由于我不停地偷看陆燕，没有注意脚下，一不小心踩到了沙滩的碎玻璃上。当我感觉到疼的时候，已经在沙滩上留下一道长长的血痕。陆燕邀功似的举着虾篓朝我跑过来，注意到地上的血时，她脸色立刻变了。我还没来得及解释一个字，身体忽然腾空。我本能地抓住了陆燕的脖子，无数目光刷刷刷投过来，我只能搂得更紧了，下巴搁在她肩膀上，把脸藏起来。闻着陆燕身上熟悉的体香，我仿佛又回到了之前那些洒满月光的晚上。我的小狼狗站在路灯下等我下课，每天都像变魔术一样，忽然从怀里掏出一些小物件逗我开心。有时候是一个热腾腾的烤地瓜，有时候是带着露水的玫瑰花，有时候是一杯清爽的柠檬水。那段时间，他的怀里就像哆啦 A 梦的口袋一样，总能拿出让人惊喜的东西。姐姐，我离开后有没有好好吃饭？瘦了这么多，下巴尖的都扎人了。陆燕一开口，胸腔微微震动，温热的触感隔着薄薄的衣料传到我身上，我甚至能听到自己的乳骨的心跳声。陆燕还是那个妖孽般的漂亮模样，有着低沉好听的嗓音，抱我的时候手臂托得很稳，一切都很熟悉，熟悉到仿佛下一秒我就可以把她牵回家，肆无忌惮地对她这样那样。但是似乎又很陌生，因为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我和陆燕现在没有任何关系。还记得分手那天下了大雪，我喝了酒，单方面说了很多狠话。她红着眼眶，无数次想伸手抱我，都被我躲过去了。最后她声音沙哑，赌气似的说道：姐姐，我再问最后一遍，你不要我了，对吗？我回得干脆，对，不要了。陆燕深吸一口气，带了些哭腔，好，分就分，以后谁回头谁是狗。陆燕一路把我抱回房间，摄像大哥也跟了一路。弹幕磕疯了，甜死了，我永远爱直球。二话不说，直接公主抱，一点都不拖泥带水，男友力 max。一向冷淡的陆哥一遇到程姐就会化身忠诚狗狗，这就是明目张胆的偏爱呀！好戳我，杀了我，给这二位助助兴。不知道的还以为误入了偶像剧，这也太浪漫了吧！看陆哥那心疼的眼神，不值钱的模样，我想跟别人说他俩没什么，我自己都不信。回到房间后，陆燕把我放到床上，然后在医药箱翻出了医用消毒酒精。姐姐，我们先把玻璃碎渣冲一下。说完，她拧开了酒精的瓶盖。等等，我咬了咬下唇，挤出甜甜的笑。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你回去吧，陆燕。好。看到她离开房间，我立刻把酒精瓶盖上重新塞回医药箱，准备多贴个创可贴完事。我这边刚把创可贴揭开，背后突然传来声音：姐姐，吓得我手一抖，创可贴掉到了地上。一回头，陆燕正一脸无奈地盯着我，我就知道她走到我面前，半跪在地上，轻轻抓住我的脚踝，再次拧开了酒精盖。姐姐，不痛的。我脱口而出：骗子，上次你也这么说的。陆燕的神色微动，我也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上次说起来好像很近，但其实已经是4年前了。我骑着自行车，低血糖突然犯了，直直从车上摔了下去，全身蹭破了好几处，膝盖蹭得最严重。当时陆燕也是拿着酒精要给我消毒，一直跟我说不疼。结果酒精倒下去的那一刹那，我是夫的心都有了。陆燕眼看按不住我，轻轻开口哄道：姐姐，我有个办法可以缓解疼痛。你说。她的眼神从我的眼睛往下移，在即将到下巴的时候停住了，然后封住我的腰，慢慢靠近。事实证明，这个方法确实管用。人在缺氧和大脑极度兴奋的状态下，确实没精力体会痛感。回忆拉回到现实，陆燕已经用棉签沾着酒精给我消完毒了，正在缠纱布。等伤口全部处理完后，她起身往我嘴里塞了个东西，我舔了舔，是糖。之前因为我低血糖，所以陆燕的口袋里永远都会装着几块糖。已经分开这么久了，没想到她依然保留了这个习惯。我和陆燕走了之后没多久，捉虾游戏就结束了。现在大家都已经回到了院子，陆燕的虾篓也被人带了回来，但里面空空如也。按照游戏规则，我和陆燕要等到所有人吃完才能吃饭。陆燕围着厨房转了一圈，起身出门了。这回直播已经关了。我坐在餐桌旁边的小椅子上，翻看以前的照片。陆燕以前还有点奶膘，显得软乎乎的，现在轮廓锋利了，反而增添了几分让人欲罢不能的禁欲感。其他嘉宾都出去玩了，苏珊珊他们那组是第一，正在吃海鲜大餐。陈老师，苏珊珊忽然喊我，怎么了？陈老师能不能帮我剥个虾啊？我手指不小心划破了。我摇摇头，不好意思，我海鲜过敏。苏珊珊笑得更甜美了，没关系的，又不是吃，只是剥一下，问题应该不大吧？我意识到他是故意想折辱我，语气也强硬起来。我不剥。苏珊珊旁边的拿爱豆看不下去了，珊珊姐，要不我帮你剥吧？苏珊珊瞪了他一眼，拿了只虾慢慢走向我，拽住我的手腕，硬把虾塞到了我手上。你看，这不也没事吗？你有什么好矫情的？素人一个，要脸蛋没脸蛋，要人气没人气，你拿什么和我比？谁跟他比了？
我烦躁地皱了皱眉，感觉火气有点上头。苏珊珊一低头，正好看到我相册里陆燕的照片。她嗤笑一声：“你俩还真谈过，你又不喜欢他，干嘛还留着？”不知道为什么，苏珊珊这句话彻底烧断了我最后一根理智的线。谁说我不喜欢陆燕的？我喜欢她，超级喜欢她。我很想她，做梦都会梦到她。果然，有些话说出来就痛快了。适当发疯有助于身体健康。苏珊珊被我吓到了，嗓门拔高了很多。你有什么资格喜欢她？我直接把虾用力塞到了她嘴巴里。滚！这时拿爱豆出来拉偏架，程贝贝，你怎么能骂人呢？我皱了皱眉，你也滚！苏珊珊的情绪彻底控制不住了，你一个素人，凭什么这么狂？我惯的。陆燕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后，手上还提了2个大袋子。我看厨房没有你喜欢吃的菜了，就去买了点。苏珊珊见到陆燕过来，那张妆容精致的甜美脸蛋第一次出现了类似表情包中裂开的表情。不过我觉得我也差不多。陆燕是什么时候进屋的？刚才的话她听了多少？苏珊珊不愧是演戏出身，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表情。阿燕，你应该是误会了，我刚和陈老师闹着玩呢。陆燕拿出手机，点开一段视频。画面中，一个女生鬼鬼祟祟走到陆燕的虾篓面前，偷偷倒掉了所有的虾，叉着腰笑得像个大反派。之前我看电视剧里那些反派笑得前仰后合，总觉得很夸张。没想到艺术来源于生活。看完整段视频，苏珊珊脸都白了。陆燕，这段已经在直播中播出去好大一会了。你是不是一直没看手机？苏珊珊掏出手机，划拉了没2下，手指开始微微颤抖。阿燕，不是，陆哥，我跟你道歉好不好？其实我不是针对你，我只是不想让程贝贝。算了，陆哥，你能不能在网上帮我解释一下？就说是我们2个开玩笑，闹着玩。陆燕看了一眼我沾上虾汁的手，嗓音染上几分寒气。本来是可以帮你的，现在帮不了了。而且你最应该道歉的人不是我。苏珊珊明白了陆燕话的意思，不情不愿地朝我说了句对不起，然后和男爱豆一起离开去打电话了。他俩是一家公司的，这个时候应该想找个好点的公关吧。陆燕抽了一张纸巾，细细帮我把手擦干净。看他的反应，应该是没有听到我和苏珊珊争吵时说的那些做梦都会梦到他的话。后续，苏珊珊以生病为理由，缺席了节目组安排的所有统一活动。我闲着无聊，翻看着当时的弹幕，亏我还一直科素颜夫妇来着。苏珊珊怎么这样？我们陆哥辛辛苦苦这么久的劳动成果，就这样被他破坏了。他最后那个笑容好魔性，像公鸡打鸣似的。公鸡，不要把我和狗相提并论。苏珊珊之前被爆出过网暴素人，还指挥粉丝给她擦鞋，也不知道她在高贵什么。她是什么牌子的垃圾袋，这么能装？之前她粉丝骂程贝贝素人配不上陆哥的时候，她还拿小号点赞了呢。果然还得是我复合 CP 最真。妈妈说过，爱意是装不出来，我们陆哥一定爱惨了程姐。看到这，我忍不住抬头看了一眼陆燕，刚好她也在看我。我连忙错开眼神，心乱如麻。节目组最后一次的夜谈活动，陆燕明显心不在焉，游戏一直输，被灌了好多酒。她喝完最后一杯之后，脑袋慢慢倒在了我肩膀上。我轻轻推她，她索性一伸手搂住了我的腰，动作熟练到仿佛没有经过思考。被酒浸润过的嗓子低沉沙哑：“姐姐，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先放开我，这是直播。”主持人和其他嘉宾们都心照不宣的一脸姨母笑，转身去忙别的，时不时偷偷往我们这边瞟一眼。陆燕不仅没放开，反而搂得更紧了，毛茸的脑袋在我身上蹭来蹭去。姐姐，其实我有好多小号，这些小号都是专门用来关注你的。什么？那天你发了微博，其实我是想用小号给你点赞的，可是不小心切错了。陆燕抬头看了看我的表情，语气带了点撒娇的意味。姐姐，我是为了你来参加节目的，我想你了。我无奈开口，我那天和苏珊珊的对话，你是不是都听到了？陆燕乖巧的点点头。姐姐，你不知道那天我有多开心，是你离开后这几年中我最开心的一天。我刚想说什么，被陆燕用手轻轻捂住嘴。她仰头看着我，眼神真诚又热烈，像极了某种大型犬类。姐姐，可是我好害怕，我害怕那些话是你为了气苏珊珊才这么说的。陆燕小心翼翼地揉了揉我的头发。程贝贝，我真的好喜欢你。汪弹幕一阵尖叫，呜呜，我受不了了，答应他，快答应他。谁能拒绝一只真诚又爱你的漂亮狗狗呢？民政局，我给你俩搬来，给我原地结婚。哇咔咔咔，我们复合 CP 终于要复合了吗？妈妈，我出息了，我搞到真的了。案头大队集合，给老子亲。这个氛围，再不亲就不礼貌了。我被陆燕逗笑了。当时谁回头谁是狗是他说的，现在主动打破这句狠话的人也是他。我忽然想逗逗他，你说对了，当时我对苏珊珊说的就是气话。陆燕的眼眶肉眼可见的泛红，搂在我腰上的手也慢慢松开了。
但语气十分坚定。没关系，我可以从头开始追。陆燕已经醉得有点坐不稳了，但依然紧紧捏着我的袖子。姐姐，我参加节目之前专门写了方案的。什么方案？陆燕声音软软的。追姐姐的方案。哦，原来是有备而来啊。月光落在陆燕精致的五官上，眉眼深邃，鼻梁高挺，唇色红润。我的小狼狗回来了。借着月色，我轻轻开口：陆燕，我也喜欢你。陆燕刚刚还昏昏欲睡的眼睛一下子睁开了。姐姐，你说什么？我说再谈一次恋爱吧。陆燕开心的一把把我拉起来，朝人群跑过去。我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到了大家面前，陆燕牵起我的手，生怕别人看不见似的在那晃。这是我女朋友程贝贝。说完，她还挨个问：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吧？我有。我女朋友叫程贝贝，是一名优秀的硕士生。关键是，她甚至还问了那个新生代女歌手：你有女朋友吗？女歌手点了点头，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又摇了摇头。我在一旁尴尬的脚趾抠地，小声趴在她耳边说：陆燕，我们回去吧，再不走，顶流的脸都要被你丢光了。粉丝会觉得他们粉了个傻子。陆燕倒是乖巧，好，我和姐姐回家，我都听姐姐的。原本以为陆燕喝醉时已经够疯的了，没想到清醒后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陆燕醒酒后第一件事就官宣了我和她的恋情。配文：爱她是我深入骨髓，永远戒不掉的习惯。热搜爆炸，媒体震惊，评论区直接成了复合 CP 粉的狂欢晚会。苏珊珊再一次拉出来被鞭尸。教授连夜给我打来电话：小程啊，我就知道你和陆燕分不了。当初我和陆燕要分手，教授是第一个站出来劝我的。那个时候我还是本科生，准备考研，每天忙得焦头烂额，根本无暇顾及其他。陆燕那个时候也正处于事业上升期，每天跑通告、拍戏、准备演唱会，行程安排得满满的。但她依然每天抽出时间给我做饭，收拾我们同居的小屋，接我放学。但我当时很忙，脾气异常暴躁，见到路边睡觉的狗都想踢两脚，完全不能给她提供任何情绪价值。为了兼顾我和事业，她甚至每天只睡2-3个小时。后来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提了分手。陆燕一开始还以为我是闹着玩，开玩笑说：姐姐，你考个研也不用杀父正道吧。后来见我心思坚定，陆燕彻底慌了，甚至萌生出了想要退圈回家陪我的想法。但就是她的这个想法更加坚定了我要分手的决心。我不希望陆燕因为我放弃她是知如命的事业，那样她不会快乐，我也会愧疚一辈子。分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陆燕每周都要去教授那里打听我的情况，喝醉了还会拉着教授的手哭诉：老婆一心搞事业，她应该怎么办？他前脚刚嘱咐完教授，让教授不要把他来过的事告诉我，后脚教授就全盘托出了。陆燕这个聪明的笨蛋也不想想教授私底下跟谁更近。节目结束后，我搬进了陆燕的公寓，躲在浴室偷偷翻开他喝醉酒时说漏嘴的那个追人方案。封面上写着一句话：遇见你时爱意汹涌，看世间万物都浪漫心动。后面每页都是满满的程贝贝3个字，眼泪滴落在手背上，烫得灼人。外面忽然传来陆燕的声音：姐姐，你一个人洗澡无聊吗？陆燕手指按下门把手，嗓音含笑：时间还长，一起吧。晚安。